大家周末好，这里是宋氏新语。今天我们给大家先看一篇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的理论研究 LK99 的论文当然也是记了。另外呢，再介绍两个媒体的有意思的报道我们先看一下伍斯特理工学院关于LK99 的这篇研究论文。那伍斯特理工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它成立于1865年。它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它是一种非常知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简称叫 WPI。那 WPI 一直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学校，在东部也有良好的口碑以及庞大的校友圈，它学生受欢迎程度仅次于麻省理工学院，所以被戏称为小麻省理工学院2017年呢，伍斯特理工学院在美国新闻与报道的美国大学综合排名中排第60位，在普林斯顿评论这个关于回报率最高的大学评比中为第17，在最佳就业Best Career Placement 的排行第10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大学。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所谓新英格兰，它是美国东北部的这一片区，包括美国6个州缅因州、西汉布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和康州康涅狄格州。新英格兰它位于大西洋沿岸是美国最早的殖民地，也是美国的革命发源地。新英格兰地区呢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那么 WPI 的毕业生是很牛逼的比如说他们一张嘴就是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火箭第一个商业广播电台，不锈钢第一套不可破译的密码，以及负反馈学说。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呢？第一枚液体火箭，它的发明者是叫啥？叫罗伯特·哈钦斯·戈达德我们看一下这位罗伯特·戈达德他的这个照片这是美国邮政发行的一篇这个罗伯特的邮票那罗伯特·戈达德呢是世界火箭的先驱那么他的一生呢大概有214项专利，当然有83项专利是在生前获得，其他的专利呢是他的夫人在他去世以后这个再申请的。其中呢他是第一枚液体火箭的发明者，也是火箭关键技术的发明者。他是美国的发明家，生于1882年1945年去世的。那么他是1926年3月16号发射了历史上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并且进行火箭研究一直到1941年。在1926年3月16号戈达德就在伍斯特理工学院所在的这个伍斯特市发射了首枚液体火箭。发射这个地方呢是在他一个阿姨的菜园里边，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这是伍斯特发射首枚液体火箭所在的那个菜园，是他这个一个阿姨的菜地，甘蓝菜地。当时这枚火箭呢被称为尼尔，只飞行了2.5秒，高度到了41英尺落在了184英尺之外那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为美国国家历史坐标就戈达德火箭发射场。它的这个实验表明呢，液体推进剂是可行的，所以这个技术就奠定了后来的火箭发射的基础。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火箭当时发射的时候那个照片，就是这么一个架子，看起来很多朋友可能在历史书上在教材里都见到过这个照片。这个人戈达德他就是伍斯特市的，他就毕业于伍斯特理工学院。当然就是说美国政府当时他是缺乏远见的。戈达德的液体燃料火箭被美国忽视了，但是被其他国家重视了。大家都知道德国，没错，V2火箭它的多项技术其实就是借用或者偷窃了戈达德的技术。因为戈达德这个在早期研究就确定仅靠火箭的尾翼不足以稳定飞行中的火箭，必须让它在高空风和其他干扰力的情况下保持在所需的向上的轨道上。因此呢，它在排气管中加了有陀螺仪控制的可移动的叶片。
以控制和引导火箭。那在德国人的 V2 技术里面啊，就采用了他这个技术，并且呢，还有类似的发动机都是戈达德第一个提出来的，也做实验的。那战后啊，美国的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杰洛姆·亨萨克呀，也是 NASA 的前身，就是 NASA 前身叫什么？叫 NACA。NASA 呢是1956年成立的，那它的前身呢叫 NACA。那这个它的有一个负责人就是这位刚才提到的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杰洛姆·亨萨克。他在战后啊研究了戈达德的这个火箭专利技术，说呀，每一枚飞行的液体燃料火箭都是戈达德的火箭。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采用的技术都是戈达德早期的技术啊。那当然你有各种各样的改进，原理是离不开的。所以不光当时啊，2战前美国政府不重视，所以就造成了美国2战的时候期间啊，火箭研究是落后于德国的啊。当然了，不光政府不重视，民间也是嘲讽态度。这个伍斯特市啊，这个当时呢，他不是在当地报纸啊，他发了文章，他在1924年在这个叫新科技新时代上写了一篇论文，叫《我的火箭如何可以在真空中推进》。他解释了相关物理理论，并公开了实验理论的详细信息。尽管这样，戈达德在1929年进行的实验后啊，伍斯特当地的报纸还是说呢，你看月球火箭错过目标38万公里，来嘲讽他。实际上，戈达德第一篇论文啊是在1919年就发表了啊，1919年他就发表了这个第一枚液体火箭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论文啊，但是德国人也看到了这篇论文啊，所以说这个场景你是不是很熟悉啊？这个每一次科技跳跃式发展，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说呀，都是很难理解的，都跟 LK99 差不多，都是一眼假。你想想，在阿姨的菜园里面发射这个几十英尺高的火箭，你说你要到月球去，老百姓怎么想？猪怎么想？鸭子怎么想？是不是？这就是第一枚火箭。我们这个跑题了啊，我后边会专门做一期关于第一枚液体火箭的这个视频。那这篇论文啊，它的作者呢都是华人。我们看一下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呢是有这个2个版本啊。这个一作呢叫杨松格啊，还有陈广钟刘玉啊，这3位呢都是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系的助理教授，都是博士后啊。那么论文的标题叫什么呢？这位我们看一下这位的这个杨松格啊，他在领英上的这个页面啊，这是他的博士后啊，他在伍斯特学院做研发，他的简历，他毕业于武汉工程大学，硕士是在北京工业大学，博士呢是在伍斯特理工学院拿到的，现在在伍斯特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那论文的其他的2位啊，也是类似的情况啊。论文的标题叫不同掺杂浓度的X 等于012的铜取代铅磷灰石 LK99 族电子性能和稳定性的原始研究啊。那它这2个，我们看最下边这个时间啊 ，V1、V2 2个版本的论文啊，只差5天，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打开它这个论文，我们看一下。当然了，这个论文比较啊，不能用我说的那个来回切换的办法啊。实际上呢，就是这2篇论文呢，发现区别不是太大啊。那大概的有下边一些主要的区别。第一个是在引言部分啊，增加了关于 X 射线散射分析，确认铜取代铅在1位点的内容，并提出了可能存在铅8铜2磷酸6这么额外相位的猜测。在 introduction 的部分呢，增加了引用赖等人的金和银掺杂可能具有与铜类似效果的这个研究成果啊。这个赖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就是沈阳的那个中科院金属所的那篇论文。第3部分呢，在这个computation details 部分呢，增加了一些关于考虑铜原子磁性效应而开启自旋极化计算的说明。在 results 部分啊，增加了不同取代位点铜所导致的
就是体积收缩量的比较，并提出了铅在一位点取代收缩会更明显。在 results 的另外一个地方呢，就增加了基于 DFT 模拟的 X 射线的衍射图分析那么确认了铜主要取代铅一位点，并解释了原文中出现的额外的这个衍射峰。在 results 的第3.3节中呢，增加了铜取代不同位点后结构对称性的改变和带息变化的比较那在 3.4 节中这个增加了利用这个Boltzmann 这个传输理论呢，计算铅10就是 LK99 的这个电子导电率。那在 discussion 部分呢，增加了与原文报道的体积收缩量的比较说明一定程度上符合，形成量子井的推测。所以在 conclusion 部分呢，就增加了 X 射线衍射分析，前面说的解释额外的这个衍射分的内容。所以整体结构上呢，它也调整了部分内容的顺序，让论文的结构呢更加的清晰合理，增加了一些文献的引用。总归来说这篇论文呢，在第一篇基础上呢，增加了比较多的实验数据和解释，丰富了这个计算内容，增强了论证过程的这个完整性，学术质量也有提高。那当然了，它依然是一个 G 它其中呢计算了5种化合物的体积优化，发现掺入铜会使体积总体收缩，特别是取代铅一位点收缩更明显。那 LK99 的体积减小了 5.5%。那么总能计算呢显示铜优先取代铅的2位点的能量更低。另外呢，就是通过模拟 X 射线衍射图发现LK99 的衍射图与实验分析的相同，确认了铜主要取代了铅在一位点。另外呢，出现的额外衍射峰呢显示表示这个样本不纯，可能存在这个铜8就铅8铜2磷酸6其他相位。再一个呢，就是计算了5种化合物的电子结构。那么只有 LK99 存在与非米面相交的这个格里平坦能带，其中呢4种母体化合物是绝缘体，取代不同位点会改变对称性和带息。在外呢，就是计算了5种化合物的电导率，发现 LK99 的电导率高于其他化合物，但和金属或者氧化物导体还有差距。最后呢，分析了 LK99 的晶格的收缩量。和文献报道呢是基本相符的，有利于形成量子井，但总能计算显示铜还是优先取代这个铅2位点，需要在高压下合成 LK99。综合计算结果他们认为呢 LK99 不太可能是室温超导，但实际观察到的半漂浮可能来自于硫化铜像。这是这一篇中规中矩的用常规的方法理论研究 LK99 的这个论文，可以说是一份 LK99 这个用工具分析的一份标准作业吧。那这个是略微有点枯燥讲完这个呢，我们再讲一下。其实刚才我们说伍斯特理工学院的时候还落了一位名人，突然想起来是谁呢？就是那位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老先生这个梅老先生实际上他也是毕业于伍斯特理工学院，他呢是庚子赔款吧，应该是庚子赔款。他从这个留学到美国，本科毕业之后呢，回国执教清华。他那会儿著名的话叫什么呢？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称谓也，是吧？就那句话就是他说的。有大师之谓也，这就奠定了所谓100年清华的格局。包括在西南理工也是这位梅老先生办的这个风生水起，而他受到的教育就是在伍斯特理工这是伍斯特理工的这么一个介绍。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个媒体的这个报道。2个媒体呢是一个呢是克罗地亚的一个企业的网站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篇克罗地亚的这个文章啊，它其实是一个企业网站上，我发现它叫Hlastovic Engineering， 大概是一家专门从事呢可再生能源设计和应用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它的网站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新技术的介绍，还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网站。它里面啊，一开始也是介绍了一些目前的一些热点，就包括韩国人发现了 LK99 新材料，声称呢它在室温下具有超导性，而这个发现呢没有经过同行评议。另外呢，他也讲啊，超导性不是新发现，很多材料在极低温下都表现出超导特性来，但是找出室温超导材料啊，一直是科学界的圣杯。历史上呢有许多室温超导的声明，但是呢都没有能重复验证。那么超导性的特征呢，就是电阻突然降至为零，出现麦斯纳效应啊，磁场被材料排斥的现象。前面这几部分呢，做了一个小科普。那么后边呢，他又介绍了 BCS 理论啊，但是对 BCS 理论呢，对现在的高温超导呢，还没有完整的这个理论解释。那么在后边呢，他还介绍一些其他的背景知识。当然了，我对感兴趣的呢，是关于它里边关于克罗地亚科学家在高温超导材料研究方面的这个过程和贡献啊。所以这里边啊，他讲1986年以前啊，克罗地亚呢没有系统的研究超导。只是在实验中使用现成的超导磁体。那1986年呢，这个有一穆勒发现了一种氧化物超导磁体材料之后啊，这应该就是 IBM 的两位科学家啊，川岛兹和穆勒，对吧？那萨格勒布大学的Prest 教授呢，就加入了Hamzik 博士进行研究。他1987年呢成功复现了就是那所谓的蓝贝酮氧化物。这是克罗地亚他们做的这个超导研究。那后来呢，他们又发布了这个更新的这个类似的这个材料。一直到80年代前后啊，克罗地亚呢，也是在上一轮那一次超导研究之后啊，也掀起过一个超导研究的小范围的那么一个小高潮。这是克罗地亚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其实他讲的好的地方呢，就是他对前期的这些科普地方啊讲得非常好啊。对，可以翻译看。他前面讲的这个科普类的文章讲的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讲的比较客观啊。关于这个超导是怎么回事，室温超导怎么回事，韩国人做的东西靠谱不靠谱，克罗地亚是怎么样的，都有。其实各国呀很多在报道超导这个文章里面都有类似的这个通讯这个报道，但这篇我觉得在一个企业网站里边写的还是真不错，说实话这是克罗地亚的一篇文章。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 Nature 又发文了。Nature 这次发的文呢叫就是室温超导是怎么改变科学的。你看这个标题以为它是导呢是吧？实际上不是它实际上呢，它是一篇正经的记。因为它标题一开始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呢虽然有证据表明 LK99 是失败了，但是呢，如果室温超导是成功的，它会怎么讲了室温超导对于托克马克装置就是核聚变，讲了对于量子计算机等等影响。说实话 Nature 上发这样的文章是有点掉份的。我觉得就这篇文章单从科普上来说，它还不如克罗地亚那个企业网站上的讲得好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当然你 Nature 这样的读者，对于那些所谓高端读者就是有学历更高的人来看，这篇文章的价值更是不值一提。所以我对 Nature 的看法所以大家对于这些顶刊不能过于的崇拜很多的里边他也有臭籽儿。你像这篇消息，这群里就是带风向的，你知道吧？所以呢，这里边可能Nature 里边也分几派。比如说 Nature 早年就这个拒了这个 LK99 早期的论文，当然那论文可能也比较糙，也该拒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呢，人家不投 Nature， 人家投 APL 人家投别的杂志。如果室温超导真的在 APL 在美国物理学会的期刊上被证实了，正刊发表了，并且呢最终没有撤稿是真的，那 Nature 又背上了一笔拒了一个诺奖级发现这么个名声。所以 Nature 上呢发了几篇关于记的这个文章就是 LK99 失败了，马普说失败了，中科院说失败了，北大说失败了。
这2篇，一篇是克罗地亚的，一篇是 Nature 的，一篇是顶级期刊，一个是企业网站上的。我个人认为啊，克罗地亚这个企业网站上的关于超导 LK 研究显得更公允，不偏不倚，是吧？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那我一旦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提醒我。那你说，那你现在为什么一直盯着它呢？它不就是假的吗？你看你又预设立场了。我现在真不能说它是真和假。咱先看看关于 LK99 它自己的论文在正式刊物发表之后的反应。我不是说这个论文发表并不是说它就是100%了，那发表之后的反应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那好的，今天中午就跟大家絮絮叨叨说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